寒光一现，怒吼起，万方生灵俱断魂。鬼吼断魂刀号称魔刀，刀柄处镶有转轮，一旦发动便会传出金石摩擦之声，声音凄厉犹如鬼吼，令人心生烦躁，随时便会被其一刀断魂。这个蒙面人手持鬼吼断魂刀，刀柄处转轮旋转，发出阵阵金鸣之音。闻听这等熟悉的凄厉声音，江湖老前辈竟是生不出丝毫反抗之心，只是赶忙叫两兄弟分别逃命。哪知下一刻蒙面人现身，未过数招便葬身于刀下，两兄弟也被分别追上，俱是迅即一刀砍在面门。蒙面人自信离去，不想老大尚有余命，挣扎回到白龙庄，用尽最后的气力说出鬼吼断魂刀。彼时三公子沈家豪正在练武，一手三节棍使得虎虎生风，得知父亲兄弟尽遭毒手，怒不可遏，发誓定要报仇雪恨。此时鬼吼断魂刀凭借凶器肆意掀起杀戮，各方武林豪杰尽皆身死。沈家豪一路寻迹，追至枫叶庄。入夜，一个斗笠人静静独立，正欲离去时遭遇突袭，沈家豪误以为他便是鬼吼断魂刀，施展拳脚招招凶悍。斗笠人正想还击，听闻脚步声传来，立时遁走，独留沈家豪被人包围。此地乃是枫叶庄禁地，少庄主玉莲认为他居心不良，不由分说向前攻来，见拿他不下，一记枫叶镖甩出。沈家豪却是借此悉得他的身份，报上自己白龙庄的身份，误会解除，玉莲请沈家豪进庄一叙。沈家豪将鬼吼断魂刀之事说出，上师叔出面为众人解惑。20年前，鬼吼断魂刀为祸武林，三宝二庄连同西域尊者共战魔头，众人合力压制鬼吼断魂刀，再由海心大师手持紫阳剑刺中要害，连人带刀跌下悬崖。没想到魔刀重现，定会因当年之事血洗江湖。此时枫叶庄外有人惹事，手舞火球打伤一众护卫，一男子更是丢出霹雳弹伤人。玉莲等人急急赶来，见手下无端被伤，直接出手，却是不敌那为首男子。二庄向来同气连枝，沈家豪立时动手，一套旋风腿使出行云流水，见他腿功了得，男子便攻其下盘，接着拿出双刀攻势如风。沈家豪遂取出三节棍应对，合成长棍数息间便将其压制。男子正欲使出霹雳弹，上师叔及时开口制止。原来男子便是火雷堡燎原。数日前，堡主得枫叶令前来枫叶庄，未料半路遭人所害，燎原以为是枫叶庄所为。可枫叶庄主已经身亡100日，怎么可能发布枫叶令？沈家豪出言解围，此事定是鬼吼断魂刀栽赃嫁祸。燎原半信半疑，暂且作罢。此事一过，沈家豪回到客栈歇脚，哪知遭遇蒙面人突袭，幸而对方一击未果，得以周旋，却还是被一刀砍在虎口。蒙面人还欲追击，却不想将声势闹大，放弃追杀，转身离去。隔日，沈家豪行走林间，不知何处射来飞镖传信，让他前往西山断魂崖。沈家豪回到客栈打听，伙计一听变了脸色，声称最近那里时常传出鬼吼。信息对上，沈家豪当即前往，在一处破屋中见到一个盲眼头陀，让他前往附近的道观。待沈家豪走后，蒙面人却是自一旁现身，原是头陀为钱财设计引沈家豪上当，眼见他贪得无厌，蒙面人直接将头陀斩杀。当沈家豪来到道观，连声询问道长不得回应，正要上前查看时，被斗笠人拦下，持刀翻转，才发现道长已中了百毒书生的化骨针身亡，若是沈家豪方才碰触，必然身死。言罢，斗笠人随即离去。线索断掉，沈家豪一筹莫展，却见一位乞丐大摇大摆走进客栈，点了一桌好酒好菜，大饱口福。酒足饭饱后，假意声称饭菜中藏有蜈蚣，趁乱从伙计身上摸出银子，伙计有口说不出，只能自认倒霉。沈家豪察觉乞丐是名高手，一路跟踪至野外，哪知乞丐不见踪影，蒙面人却突然袭来。断魂刀刀势凶厉，步步紧逼，幸得斗笠人赶来相助，蒙面人见势不好，立即退走。斗笠人号称燕子飞，至于为何一再相助，只是因为鬼吼断魂刀已经盯上沈家豪，欲将他作为诱饵，将其除掉。而沈家豪也想报仇，两人当即一拍即合。接着乞丐再次出现，报上自身名号妙手神盖空空，此番就是为鬼吼断魂刀而来。
枫叶庄中，各大门派汇聚一堂，商议如何对付这再度现世的魔刀。神算子当年与枫叶庄有旧仇，各路豪杰皆是收到枫叶令被害，而枫叶庄主又恰巧近日病故，言辞间将矛头直指枫叶庄。幸好沈家豪出言担保，这才稳住众人。神算子还不肯罢休，夜里游说他人。一旁的空空听到后，以筷子夹住2只苍蝇，指桑骂槐地告诫两人不要多事。神算子哪里会听，找到辽源挑拨离间，势必要将脏水泼给枫叶庄。辽源性情急躁，果然上当，找到玉莲立即动手。幸而空空出面调解，指出神算子不怀好意，两人这才作罢。另一边，沈家豪得到传言，让他前往万花楼。沈家豪当即来到万花楼，却被万花楼主抛出迷烟，一时不察，当即中招。眼看即将遭难之际，玉莲及时赶到，将他救下，眼疾手快接住迷烟，制住楼主，命他去找百毒书生。楼主带两人来到密室，沈家豪质问鬼吼断魂刀是何人，又说出道长遇害一事。百毒书生就要让楼主取来化骨针验明真相，未料木箱中空空如也，楼主却拿出化骨针击中书生，书生临死前也射出化骨针，令楼主陪葬。这下线索再次断掉，局势越发扑朔迷离。此时忽有勾魂锁链飞来，两人遭到一群鬼影人围攻。原是鬼王堡堡主带人前来，拿出枫叶令兴师问罪。玉莲取出真正的枫叶令以作对照，证明鬼王堡同样遭遇骗局。堡主这才明白过来，讲出火雷堡已被鬼吼断魂刀灭门，哪怕燎原一对双刀出神入化，断魂刀转轮一动，顿时只觉心神俱震，终是隐恨在对方刀下。消息传回，众人束手无策。此时空空提出，当年断魂刀被紫阳剑所破，可寻海心大师求取紫阳剑，学成配套的紫阳剑法，必能取胜。一群人中只有沈家豪最适合修习紫阳剑法，尚师叔便立即带他前去借剑。入夜，玉莲悄然来到禁地，打开墓穴机关，瞬息进入。只见一位老者正在修行，原是枫叶庄主并未身死，他早已得知鬼吼断魂刀重现江湖，这才谎称病故，瞒过众人，借此躲入密室进行残酷训练。玉莲看着遍体鳞伤的父亲，心疼不已，将借剑的消息告知。可庄主还是有些不放心，执意埋头继续苦练。尚师叔带着沈家豪前来借剑，经历一番磨难，一路过关斩将，终于得到海心大师的赏识，声称若是他能10日间学成紫阳剑法，便可得到紫阳剑。而沈家豪果然天资傲人，短短数日便进境神速，落叶纷飞，却被他轻松串起，屋中摆满风铃，还有僧人吹笛干扰，哪怕双眼已被蒙住，也能凭借敏锐听觉刺中铜钱。见他通过考验，大师应约将紫阳剑借出。沈家豪带剑回到枫叶庄，西域尊者听闻鬼吼断魂刀再现，也赶来与众人会合。当年他的双腿被断魂刀毁掉，如今就要报仇雪恨。尊者制定计划，将紫阳剑放在大厅守候。断魂刀得知紫阳剑出时，必会来抢，众人各自埋伏，严阵以待。深夜，断魂刀果然出现，紫阳剑却被人趁乱夺走。幸而大批侠士围住断魂刀，枫叶庄主也现身一战。眼见断魂刀尽显颓势，鬼王堡主抛出铁链，扯下面罩，不想断魂刀竟是空空。身份败露的空空奋力砍伤庄主，沈家豪上前将其击退，正要追击时被庄主叫住。原来大师早有准备，沈家豪所得紫阳剑为假，真正的紫阳剑已经慢一步送来。空空一路逃遁，被燕子飞截住。经过连番大战，空空尽落下风。沈家豪也拿着紫阳剑追上，空空还想逃跑，被尊者拦住去路。哪知空空竟是口称师傅，见徒弟无用，尊者直接将空空射杀，顺便将断魂刀夺来。原来尊者才是幕后真凶，一切阴谋俱是他的安排，只为刀剑何必天下无敌。沈家豪指出他手中的乃是假货。尊者一看，果然如此，操纵坐轿向两人袭来，两人合力施为将坐轿毁去。不想尊者双腿残废也是伪装，两人当即向前攻来。哪怕尊者武艺非凡，手持魔刀，但毕竟年事已高，
不多时便显露颓势。此时玉莲与尚师叔赶来，尊者一声招呼，尚师叔竟是一刀砍在燕子妃背上，万没想到他是内奸。沈家豪独占尊者，紫阳剑法施展，招招将其克制。玉莲也赶来相助，眼见略有不敌，尊者发动断魂刀转轮，发出鬼吼。沈家豪却不受影响，纵身一剑将其毁掉，而没了转轮的断魂刀也不过是一柄锋利的宝刀。沈家豪飞身一剑刺穿尊者，玉莲趁胜追击，两人合力终是为武林除去大患。这是武林绝顶武功烈焰刀法，能在刀尖处无端生出火焰。当达成大成境界时，内力运转下，可将飞刀化为赤红，催生出熊熊烈焰，更能点燃周遭事物，乃是杀敌阻击的必备武器。江湖中有一处恶地，名为百花谷，除谷主外，皆是女子。凡是过路行人必会被擒，女子当场除掉，男子会沦为谷中女子的玩物。一个青年抄近道经过此地，自然被一众女子捉住。只是他面相看似憨厚无害，实则背着采花贼的罪名逃窜。此中缘由还要从头说起。男子名叫焦延儿，多年前父亲乃是运通镖局总镖头，凭借独门绝技烈焰刀扬名天下。这日焦父外出运镖，江湖黑道绿林四煞将焦延儿捉住，欲要借此令焦父身败名裂。焦父宁死不屈，奋力将焦延儿救下，自己却也寡不敌众，身受重伤。另一边，镖车被劫，所有镖师惨遭屠戮，只有一个镖师重伤逃走，恰巧撞见了万盛镖局的队伍，误以为自家镖头勾结黑道，将消息散播出去。与此同时，焦父成功突围，却已奄奄一息。弥留之际，将家传绝学烈焰刀法传给焦延儿，嘱咐一番后怅然离世。此时，万盛镖局众人找到焦延儿，认定他是江湖败类之子，便要斩草除根。正欲挥刀斩下时，被一个小女孩挡下。女孩名叫冷如霜，乃是江湖高人白眉道长的徒弟。白眉见焦延儿孤身一人为他求情，总镖头慑于其威名，只得应下，将焦延儿收入万盛镖局。转眼10几年过去，焦延儿在镖局中备受欺凌，不仅平日里要干各种杂活，并且不被允许练武。但焦延儿身负大仇，并不甘心，经常在众人练武时偷偷观看，用心记住后私下练习，更是练就家传绝技烈焰刀法，一身武功更是出神入化。镖局中人无意间发现此事，急忙告知总镖头，只因同行是对头，当年运通镖局与万盛镖局并列，总镖头为独揽生意，与绿林四煞合伙谋害了焦父，因白眉道长插手，才没能斩草除根。如今再想除掉焦延儿，必然绕不过一个人，那便是如今已经成为女捕快的冷如霜。办案雷厉风行，令四方贼人闻风丧胆。现今州城里出了一个采花贼，四处作恶，行踪诡秘。冷如霜生得花容月貌，为捉住采花贼，不惜乔装打扮，以身作诱饵。入夜，采花贼果然到来，掏出迷烟将其吹入客房。哪知冷如霜早有察觉，将被子裹成人形，以细线操纵，藏身于窗下。等到采花贼纵身跃进，冷如霜立即出剑捉拿，对方自然不会束手就擒。逃跑途中被衙门严捕头截住，奈何严捕头武功不及对方，一把石灰粉蒙面，立时双目失明，只是将采花贼的声音记下。而采花贼正是总镖头之子，躲避追查时误入一个女子房间，立即便杀人灭口。总镖头思虑一番，准备嫁祸给焦延儿。等到冷如霜寻迹前来查访时，故意让焦延儿与他碰面，接着在后院引发骚乱，将早已放入焦延儿房间的尸首当众搜出。如此一番操作，令冷如霜也坚信他便是采花贼。焦延儿自知有口难辩，当下只能暴露本身武功，左突右冲，寻找机会逃脱。冷如霜一直在旁观察他的刀法，等到焦延儿即将腾身离去时，拔剑飞身将他击落。到底只是独自修炼，不及冷如霜经验丰富，剑法灵动，不出10数招，焦延儿便已落败。少镖头正要下杀手，并冷如霜拦下，将他押解至衙门收监。为了以绝后患，总镖头以重金收买监牢狱卒，趁着焦延儿受刑昏迷就要下手。不想焦延儿早有防备，出手将狱卒击晕，打开锁链，换上对方衣服，逃之夭夭。一路上冷如霜穷追不舍，焦延儿为躲避追击，抄近道赶路，沿途便将百花谷女子擒下。见他一副精壮身板，纷纷心头起意，甚至还引起了2个女首领的争抢。未过许久，
冷如霜追至百花谷，百花谷主生性风流，谷中仅有他一个男子，见其容貌秀丽，便心生贪欲。而冷如霜正气凛然，此番只为来捉拿焦延儿。谷主并不知焦延儿就在谷中，见他执意要搜查百花谷，当即命弟子们摆下万字千红阵。冷如霜身陷阵中，凭借一身绝学寻机破阵。期间，谷主发现焦延儿趁乱逃脱，这才叫停一众弟子向冷如霜赔罪。野外，焦延儿感叹自己命运多舛，忽闻马嘶声阵阵，冷如霜已经带人追至，焦延儿实在不愿动手，直接束手就擒。城外客栈，公差与外出押镖的总镖头闲谈，无意间透露出双目失明的严捕头被送往孟州保护起来，只有他能够听出采花贼的声音。此时，冷如霜带着焦延儿赶到此地，冷如霜单独住一间，留下2个公差看守焦延儿。少镖头为除掉他，将迷药倒入酒中，假意攀谈向2人敬酒。2人未曾戒备，很快昏迷。见计谋得逞，镖局等人杀上门来，却见屋里空空如也。原是焦延儿察觉不对，事先脱逃，在阴暗处隐藏身形。镖局等人将公差解决，把罪责全部推到焦延儿头上。另一边，焦延儿来到孟州牢城，提起轻身，轻松飞越城墙，找到了藏身在此的严捕头，而这只是官府的计谋。大批公差围住四方，幸好严捕头听出焦延儿并非采花贼，跟随他一同离开监牢。果然不多时，少镖头前来灭口，闯入监牢，杀掉大批狱卒，将关在此地的绿林四煞救出。不成想被守株待兔的焦延儿堵到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。4人想要杀他，可焦延儿早不是当初，未过数招便将几人通通解决。少镖头刚要退走，碰巧撞见追查而来的冷如霜，随即带着他回到镖局。焦延儿带着严捕头紧随其后，恰巧百花谷主即将赶到，焦延儿趁众人离去，翻墙入院，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下好毒酒后原路返回。很快，百花谷主与冷如霜一同入席，宾主尽欢，共饮一杯。见在场几人眼神交错，冷如霜心生疑虑，但还是将杯中酒一口饮尽。眼见众人纷纷倒地，焦延儿这才翻入庭院，正要查探时，镖局等人起身将他制住。原是早在他换酒之时，便被几人暗中发现，将计就计引他上套。焦延儿悲愤不已，将镖局等人的罪状悉数列出。总镖头有恃无恐，当场认下。几人正要将他解决，百花谷主出声制止。他凭借着高深内力将迷药逼出。为了堵人口舌，总镖头声称要把冷如霜奉上，趁他昏迷把生米煮成熟饭，自己会给谷主做媒。百花谷主早已觊觎冷如霜美貌，正欲动手时，冷如霜苏醒，将一口毒酒喷出。原来他见众人动作，早就留了个心眼儿。正所谓蛇鼠一窝，百花谷主自恃武功高强，提出要与冷如霜比试。为减少麻烦，冷如霜点头应下。百花谷主捡起地上绳索，内劲一吐，绳索如灵蛇般射出，缠绕在树上。冷如霜有样学样，将另一头绑在柱上，一条细绳横在庭中，双方各自提起轻身跃上绳索，便要在这晃晃悠悠的细绳上一决高下。谷主将铁扇化作2只短矛进攻，冷如霜一手长剑，一手剑鞘，见招拆招，一时间竟有些不相上下。谷主随即再度将铁扇复原，铁扇攻击范围较广，冷如霜一柄长剑施展不开，但还是沉着应对，寻到良机，顺着铁扇缝隙刺出，一剑将对方衣襟划破。此时焦延儿早已陷入围攻，身上一时不察也添了数道伤痕。冷如霜急于上前帮手，未料百花谷主背信弃义，不讲武德，自背后偷袭，出手阻拦冷如霜。眼见大批敌手赶到，焦延儿将酒坛抛出，使出绝技烈焰刀，将庭院化为火海，阻拦更多敌人。冷如霜随即上前与谷主激战，疏忽之下被对方铁扇夹断剑尖，冷如霜被击倒在地，顺势将断剑抛出，借力反弹，刺中来不及躲避的谷主，再将铁扇捡起射出，正中总镖头后心。少镖头见势不好，就要逃走，严捕头恰巧赶到，听出他便是采花贼，招呼带来的帮手将其堵住，一切纷争结束，所有罪犯尽已落网。焦延儿看着冷如霜离去的身影，抬脚去追。曾经他为了公案对他锲而不舍，现在该轮到他追随他的脚步，直至此生无憾。刀刻的刀能有多快？既无刀光掠影，又无破风之声，凭借深厚的内功，以气推刀，以刀代气，看不见刀出鞘，刀尖已经击中对手。
一少年刀客从不知道自己的刀能有多快，却一出世便斩杀了为祸一方的顶尖刀客，在茫茫大漠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说。西北荒漠大漠孤烟，一道略显稚嫩的身影策马扬鞭，寻找着期盼已久的目的地。在人迹罕至的大漠中，有一个小镇，镇中心立着两杆旗子，因此得名为双旗镇。镇民们生活朴实无华，除了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向马匪一刀仙上供以外，日子倒也平静安详。却在这一日，村镇来了外人，一个半大孩子出现在村口。少年名叫孩歌，父亲生前曾给他定下一桩娃娃亲。在西部，刀客是一个神圣的职业，令人向往又让人畏惧。许是因为孩歌稚气未脱的模样，见孩歌一身刀客装扮，镇民们对他没有惧怕，只是投来好奇的目光。接着两个刀客闯入镇子，这两个人正是听说那一刀仙的名号慕名而来。见孩歌一副刀客模样，下马抽刀架在孩歌脖颈旁，质问他是否见过一刀仙。孩歌摇头否认，刀客也不再为难。天色将晚，便在镇中的客栈留宿。父亲曾经说过，他的丈人爹是个瘸腿儿，但孩歌四处打听不得头绪，镇民们也不愿与外人接触。入夜，孩歌来到客栈准备住店，开门的好妹见他蓬头垢面，以为他是乞丐，随口两句就打发了他。不善言辞的孩歌没有再度敲门，在门外的地上将就了一夜。隔日清晨，好妹正准备出门倒水，未曾注意到脚下的孩歌，连人带盆摔了出去。孩歌迅速起身戒备，却见好妹摔倒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好妹心中委屈，放声大哭，哭声将屋内的瘸腿父亲引来，手持短棍就要教训孩歌。孩歌见他一瘸一拐，当即下跪磕头，口中不停喊着丈人爹。瘸腿渐渐明白过来，好妹却是气愤不已，拿起铜盆直接将孩歌闷倒在地。此时村口突然出现了4道身影，正是那令人闻风丧胆的一刀仙等人。清醒过来的孩歌心有所感，昨日留宿的2名刀客闻声而出，径直走向了一刀仙。见那2人放出挑战的信号，一刀仙那被风沙吹皱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玩味，带着二爷下马向2人走去，步伐轻慢，毫不在意。待双方距离不过数尺，刀客率先缓慢拔刀，正欲动手时，决斗却在电光火石间结束，长刀入腹，十死无生。这便是真正的江湖，没有花里胡哨的招式，有的只是一刀必杀。剩下的刀客自知不敌，弃刀投降，却被二爷一刀毙命。因为他们不仅是强横的刀客，还是心狠手辣的马匪。随后几人在烟尘中策马离去。画面一转，瘸腿将孩歌带回客栈。孩歌的父亲曾经是闻名遐迩的关西无极刀，而他是其父的手下，因为在一场刀战中受伤致残，只能退隐江湖，在这里开店为生。听闻孩歌是来履行婚约的，言辞模糊，满口搪塞，转身去询问女儿的意愿。好妹对孩歌也是余怒未消，自然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。至于他自己而言，如今正逢乱世，孩歌的父亲已经不在。虽然孩歌一身刀客打扮，但毕竟年幼，又能有什么本事？他实在不放心将女儿交给一个孤儿。但他也不忍将老大哥的遗孤赶走，便将孩歌留在客栈教他杂物，全当一个伙计暂且用着。沉默寡言的孩歌没有多说，就这么在冷漠的氛围中度日。直到一个晚上，孩歌上身赤膊，背对光亮，修炼父亲传下的紫石净身功，一种莫名的气韵缭绕周身。这一幕让暗中观察的瘸腿心生嘀咕：难道这孩子还真是个刀客不成？便在一日，瘸腿教孩歌如何肢解马肉，一斧落下，堪堪只入肉数寸。正当他要砍第2下时，孩歌自告奋勇说想试试。只见孩歌渐渐闭上双眼，心神沉寂，勾手牵引出短刀，刀气横生，顺势赶出，瞬间将马肉一分为2。瘸腿顿时感到索然无味。好妹恰好看到这一幕，突然对这个破落小子有了刮目相看的感觉。吃饭时也会与孩歌搭话，言语之间再也没有了生疏冷漠。瘸腿见状，默默起身离开，有无缘分全看儿孙是否有福了。日子也在温馨祥和中度过。
一日，客栈里的生意异常火爆，一刀仙的弟弟二爷也在其中。转眼看到屋里好妹的身影，咧嘴一笑，叫瘸腿去给自己的马添些草料。瘸腿听命走了出去，二爷与手下邪气一笑，不由分说将好妹抱出，借着酒劲儿就要行强迫之事。周围的客人敢怒不敢言，瘸腿听到女儿求救，急忙阻止，却被对方手下横刀阻拦，刀架脖颈，苦苦哀求。终于孩哥出现，一声断喝，令二爷住手。看着眼前这个孩子刀客的装扮，二爷立时拿起手边长刀，一步步逼近孩哥。虽然自小修炼父亲的刀法，但孩哥从未与人对战过。二爷拔刀斩下，孩哥迅即避开，气机牵引，双刀入口，须臾间刀落血出。屋内众人怔怔出神，稍息，双刀落地，酒水顺着血水淌落。二爷自顾自地走出，数十步后，终于支撑不住，倒在地上。初次杀人的孩哥满是夺走他人生命的惶恐。二爷的手下立刻上马，围着二爷的尸体转了一圈，随即飞马离去，报告一刀仙。入夜，一群人围在一起商议，对那称霸一代20年、杀人从未出第二刀的一刀仙极为畏惧。孩哥自己也湍湍不安，想起那出神入化的快刀，他实在没有信心能够应对。当夜，丈人爹就让一对孩子拜了堂，将好妹托付给了孩哥，趁一刀仙还未来，叫他们提早逃命。隔日天一亮，丈人爹用布包裹住马蹄，准备趁着寂静叫二人离开。哪知刚打开大门，所有镇民无声走来，将客栈团团围住。领头的老师傅带着众人下跪，祈求孩哥不要走，不然一刀仙必会学习整个双旗镇。这是底层老百姓的悲哀，从未想过抱团抵抗的他们，选择让斩杀恶匪的英雄去死，甚至稍有动静便会群起扑来，指责丈人爹不顾镇民死活，人情冷暖，何其讽刺。这下孩哥无法离开，丈人爹也说自家惹的祸自家担。如此，孩哥只能在镇中心终日枯坐，等待着那柄长刀前来索命。即便好妹送来吃食，也不曾理会。而一刀仙听说自己弟弟已死，突然做起流泪大笑，又突然的止住笑声，既有对兄弟逝去的悲痛，又有对碰到敌手的欣喜。长刀骤然入鞘，召集手下刀会双旗阵，带着6名手下自大漠中奔袭，日以继夜奔袭不断。随着一刀仙团伙渐渐逼近，孩哥内心的恐慌逐渐放大。虽然刀已染血，但终究还是个孩子，脸上充斥着对死亡的恐惧与茫然。终于在第3天，马匪们到达了双旗阵，孩哥静坐与7人相对，看着孩哥畏惧的抹泪，一刀仙有些头疼。没想到自己的对手竟是这样一个人。一旁的丈人爹却换上了曾经的刀客行装，一瘸一拐，却显得身形高大，哪怕身死也要为孩子搏回一命。一刀仙毫不在意，快刀使出，取人性命只在一瞬。丈人爹口中喃喃叫着好妹的名字，这才缓缓软倒在了地上。一刀仙收刀入鞘，并不在意冲上来哭喊的好妹，迈过尸首继续前进，却在经过铁匠铺时，铁匠师傅将他拦下，言称孩哥只是个孩子，杀他有失大刀客的体面。一刀仙不屑一笑，抽刀割喉，血水溅了一身，随后拍了拍铁匠的肩膀，继续迈步。镇民们恐惧后退，但偏有不怕死的。一个醉酒老汉晃晃悠悠走来，将酒倒在了孩哥的头上。孩哥因恐惧而麻木的心情清醒了许多。醉汉踉踉跄跄迎上一刀仙，看着这个找死的人，一刀仙将他的酒壶挑飞，一刀过，酒壶与人俱裂。随后一刀仙吹出清气，将醉汉吹倒，继续向着孩哥走去。孩哥渐渐站起身，心里却已不再害怕。3位长辈的死令他心中生出了敢于直面强敌的侠义之气。此时好妹捡起父亲的刀，一刀仙回头望去，只见好妹抹去眼泪，决意报仇。却在这时，孩哥施展内功牵引，手指微动，双刀入手，一刀仙迅即回身拔刀，一股风沙袭来，将2人的身影淹没。流沙搅风中，唯有金鸣之声传出。待2人停手对立，一道血迹顺着孩哥头顶滑落，一刀仙嘴角含笑，点头赞许，随即悬刀腋下，不再看着孩哥。就在众人面面相觑时，一刀仙再也支撑不住身形，拄着刀竭力不让自己倒下，胸腹中刀，霎时断气，剩余的马匪慌忙离去。孩哥一路走过几人尸骸，3位长辈用生命为他做了一场鲜血铸就的成人礼，让他成长为了真正的刀客。想要成长，必会付出代价，只是他的代价过于惨烈。
故事的最后，海哥带着好妹离开了双旗镇，而他的传说也一直在西部流传下来。俗语云：功夫再高也怕菜刀。厨子不会武功，却仅凭剔骨削肉练成绝技，一柄剔骨刀刀法出神入化，就连东厂高手也难以抵挡，被其削骨剔肉惨败收场。明朝中叶宦官专权，尤以东厂最为嚣张跋扈，权倾朝野，排除异己。兵部尚书杨宇轩上书弹劾，惨遭陷害，宁死不屈，满门抄斩，凄凉莫名。然杨宇轩麾下有一爱将周怀安，身为禁军教头，名满江湖朝堂。为斩草除根，东厂督工曹少卿将杨宇轩一双儿女发配边塞，欲将周怀安引出，加以歼灭。荒漠庙宇前，一蒙面侠客跪地举剑立誓，聚揽数名义士，欲营救忠良之后。寥寥数人以身犯险，九死不悔。寻到杨氏遗孤，将其解救。未待众人松一口气，埋伏四周的东厂人马大肆杀来，只能将2个孩子护在当中。一时间人影交错，喊杀震天。时有黑衣侠客策马而来，凌空旋身，径直向曹少卿杀来，手中子母剑凶险莫测。然曹少卿依旧淡然如常，点指牵引，将侍卫长剑射来，细劲一吐，剑身化作数段碎片，雄浑内力将侠客攻势挡下，随即坐视手下与其纠缠，浑不在意。山下众义士虽凭武艺奋勇厮杀，但终究不及对方人多势众，更有数人被黑衣剑队箭矢所伤，只能带着孩子即刻撤离。黑衣侠客见状，也不再与敌手纠缠，借助对方反弹之势，瞬息后退，身似惊鸿，凌厉出剑，须臾间将一队追兵斩杀殆尽，带着剩余义士扬长而去。然而3大当头经过交手，这侠客虽武艺绝强，却是一身江湖功夫，认定此人必然不是周怀安。东厂所料不错，侠客乃是江湖侠女邱莫言，受情郎周怀安之托，将杨氏遗孤救出，与其相约在边关龙门客栈会合。大漠边关龙门客栈独立期间，往来之人龙蛇混杂，远离道德法纪，只以武力为尊。而这家客栈的主人却是一个天生媚骨、风情万种的女子。这一日，一个气度与其截然相反的侠女带着几个风尘仆仆的随从来到此处。老板娘亲自上前试探，满口江湖黑话，却不得回应。过客知晓眼前几人是远道而来的飞扬，掌心向刀，杀意凛然，群起而攻之，却是被瞬间反制。为首的女子拔出快剑，出剑即归鞘，过客的顶项却已被齐齐斩断，明白眼前并非飞扬，而是猛虎，当即纷纷逃命。大漠规矩，天黑点灯，恩怨不计。老板娘是八面玲珑的金镶玉，侠女便是女扮男装的邱莫言。两人本是萍水相逢，但争名斗艳是女人天性，是以金镶玉趁夜闯入邱莫言房间，两个女子各展身手斗法。只见不停有衣衫滑落，却还是金镶玉棋差一招，险些不着寸缕被赶上房顶，翻身扯下旗子用以遮体。却见又有陆行脚赶至，一身阳刚正气，却不失潇洒写意。虽是生人，却黑化规矩门清。更难得的是，从未多看他一眼，让金镶玉不由得高看了他一分。好家伙，凡是男人就没有不拜倒在他16裙下的。眼见男子踱步上楼，却是与邱莫言眉目传情。原来他不是眼中无他，而是眼中再也装不下旁人。刚输了阵又输了人的金镶玉气急，更加坚定要办了这个男人的决心。男子便是周怀安，此行就是带着忠良之后逃出东厂围剿。但时值梅雨季节，大漠天气反复无常，方圆30里只此一家客栈，是以想要在此时出关，便非要求金镶玉出手不可。可这次他不只要钱，还要他这个人。彼时天降大雨，客栈又迎来了网客，强行撞开了门。这帮人手持利刃，气势十足，暗中观望的义士知晓这是东厂3大当头寻来。这3人只为找寻周怀安残部而来。从来只许自己嚣张的金镶玉对这霸道行径甚为不满，但一听3倍价钱，立时变了脸色。不是不想将他们赶走，奈何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。公公们打听出最近有生人住店，料定目标就在此处，当晚便潜行到客栈各处，却是无意间来到后厨，见到身为鞑靼人的厨子刁不玉，手舞菜刀正要切肉，然而那哪里是食材，分明是一个人。如此恐怖情形，看得当头脊背发凉。果然市井多狠人，更有2个倒霉手下被雷劈死。
当头们只好暂且收手。次日，两伙人终于碰头，彼此心照不宣，暗自克制。白发当头率先动身，借着看相之名加以试探，看似笑脸相迎，言语之间的杀意却令人胆寒。眼见气氛剑拔弩张，金镶玉赶忙出面打圆场，接着又将厨子叫出，命他将刚送来的烤羊肢解，惹得众人齐齐侧目。刀法迅即领裂，将烤羊分成小块，双方都不愿意多生事端，就此罢手。待到晚上，双方再次互相试探。周淮安料定殿中有密道可逃生，在各个房间中寻找暗道，却与白发当头交上了手，凭借着技高一筹顺利脱身。而东厂则是找到了他们的房间，长刀破开土墙，欲要除掉两个孩子。幸而邱莫言守护在此，追赶而出，快速出剑，伤到对方脑门后，当即退走。如此又是一夜无事。但多留一日便凶险一分，义士们便要强行离去，却见当头们早已率人拦在大堂。眼见甩不掉这狗皮膏药，周淮安只能寄望于密道。终于在房中寻到一处机关，却是客栈的宰羊通道，差点被厨子当成死羊肢解。金镶玉知晓他一心所求，既然他想要暗道，那他就只求一夜风流。哪知周淮安眼神一转，称想要得逞也可以，但想要风流便得拜堂成亲。金镶玉虽知他心怀鬼胎，却也应下，只是趁他不备，顺走他身上的笛子，那是他与邱莫言的定情之物。周淮安想要拿回，却不敢继续上手，只好声称洞房之时再取回。殊不知，漫漫黄沙中，大太监曹少卿已经率领黑衣舰队杀来。傍晚，金镶玉穿上嫁衣，梳妆打扮。周淮安与手下说出自己的计划，等到蜡烛放上窗台，便一起行动。邱莫言为了大局，只能同意。白发当头则是被推举成了证婚人，反正只要他们不走，老头情愿与他们消磨时间。只有邱莫言看到金镶玉拿出长笛，暗自神伤，为了节省时间，直接跳过拜堂入洞房。邱莫言拦住闹洞房的东厂等人，周淮安一心只要密道，可金镶玉绝技不肯放过他。两人打斗在外人看来不免令人想入非非。邱莫言见此，借酒消愁，一点晶莹却顺着眼角滑落。恍然间，屋中烛火熄灭，却不是义士们等待的信号，只以为周淮安美人入怀，忘了正事，摔破酒杯，索性直接动手。先前的隐忍此时化作无边杀意，一时间客栈之中掀起乱战，剑刃翻飞，搅动腥风血雨。邱莫言叫手下带着孩子先走，而听到动静的周淮安摆脱纠缠不休的金镶玉，下楼参加混战，一柄伞中剑独占两大当头。而金镶玉则是见到惨遭吃鱼的伙计们，知晓这些皆是东厂所为，怒气冲天，杀向一名当头，一脚将其踢进磨盘，随即与周淮安合力将白发当头解决。此时邱莫言却是带着孩子返回客栈，身上带剑，手下无一幸免。原是黑衣舰队已至龙门，曹少卿一声令下，便有数十名剑手围住龙门。一时间，千百箭矢接连射来。金镶玉不再隐瞒密道，带众人离开。100米之外，人影出现，正好逃出了舰队的包围圈。未料男孩无意间扯落一根红色丝带，好巧不巧，正好被曹少卿所得，立即便知身后有人，便带着一队人马急急追去。人力终究比不上马匹，眼看即将追上，金镶玉甩出一把柳叶镖，便几乎将追兵全灭，只余曹少卿一人持剑追至近前。厨子便带着孩子先走，剩下3人留下阻挡曹少卿。黄沙漫天，4道身影交错其间，阵阵金鸣之声接连传出。曹少卿武功超绝，力战3人，却是3人不敌，陆续遭创，自身却只是头发散落，气势逼人，一人便挑落了3大高手。风沙越来越大，只是片刻未动，4人便已被埋掉半身，各自被困在流沙堆中。曹少卿破开沙土，瞬息而至，3人尽全力只救出了周淮安。邱莫言却被一剑刺中心口，待金镶玉含恨起身，邱莫言渐渐被流沙吞噬。周淮安心痛来救，却抓了个空。曹少卿挑起流沙，剑气瞬间将金镶玉肩头洞穿。周淮安舍身来救，也被一剑刺穿左肩，再无一战之力。正当曹少卿欲痛下杀手时，厨子从黄沙中窜出。他从来不会武功，只会剔骨切肉，刀法迅疾凶残，却依旧被一剑重创，只能寻机再度遁入黄沙。曹少卿正欲去追，剧痛却这才传来，原是他的手脚已被剃成白骨。
他含怒出剑，刺中在沙中穿行的厨子。趁着他周旋的良机，周怀安取来地上的子母剑，一式当剑，奋力向曹少卿杀来，反被对方甩开厨子，以手抓住长剑，生生缠在手上。周怀安拔出子剑，挥身一剑洞穿曹少卿咽喉，自己也被对方临死反击，拍飞出去。这个祸乱天下的魔头终于身死。许久之后，周怀安带着杨氏遗孤落寞出关。金镶玉则是一把火将客栈烧毁，随他而去。龙门客栈也就此成为了大漠中的传说。